那么呢，我们在上一期的视频中曾经解释到说，为什么星座和那个算命是不可信的。之所以不可信，就是因为巴纳姆效应。所以说呢，还没有看过我们上期视频的话呢，可以进个人主页找这一期来观看。那么我们在上一期的视频结尾中也说到过，就是巴纳姆效应只是其中一个原因，还有另一个原因也导致了我们之所以觉得星座那么准确，那就是正例谬误效应。这个效应是说人会倾向于记住那些符合自己预期的事物或者现象，而忽视掉其他不符合自己预期的事情。举个简单的例子好了，你有没有过这种经验，就是每当你看时间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正好看到的时间都是1111，或者说1212，或者说3333，没有3333，反正就是其他看起来很巧合的时间了。对，我相信大家应该也都有深有体会。反正我每次看手机，一看就是111，4个1，注定咕嘟一声，很长，差不多，大家都是这样的。但其实如果说你统计一下，你看时间的次数以及那些特别的数字出现的规律，你会发现它们出现的概率其实并不高，而这就是因为人往往只会关注那些和自己预期一样的事物或者现象。所以照你这么说的话，好像也是我们平时可能看时间的次数其实很多，只是特别留意那些特别的数字忽略那种普通的。所以在星座的描述当中，人们也只会关注于那些很符合自己性格的描述，把那一小部分的巧合当作是一个准确的解释。比如说当你看到狮子座的描述是你是一个很有领导力的人，你就会不断的回想以前似乎自己的确组织过什么活动，然后你就会选择性的忽视掉那些对你不太符合的描述。比如说狮子座的人在公共场合会比较的高傲易怒，私底下却又是很冷静的人，而这些所有的不符合你自己本身性格的这些描述都会被你忽视掉。对，的确每次看这种星座测试的时候，感觉它只要有那么一点点讲的跟自己比较沾边，你就会直接就感觉很准。我再举一个就是正例谬误效应的例子好了，这个例子其实在我们身边也经常出现过，就是那些算命大师经常会说某一些物品会帮助你就是度过那些劫难或者说转运之类的，然后就会要你花个888去买这么一个东西。对，的确那些所谓神奇的物品他们称之为护身符。对啊，像什么手环啊手链之类的。对，那么某一次呢，你就真的听信了他的话，去买了这么一个手环戴在身上，就因为他说这个东西可以帮助你抵御灾难。于是有一次你就是正好走在路上，然后有个花盆从旁边掉了下来，然后你因为旁边一只小猫的叫声而吸引了你的注意力，你正好停下了脚步，就因为这么一个单一的一个事件，就导致你觉得这个手环真的有这么一个神奇的功能，但是可能你其实忽视掉了其他的一些现实生活中不好的事情，就比如说你可能走路摔倒跌破了皮，或者说买菜的时候发现钱包被人偷了，又或者说就是每次搭地铁的时候都会迟到，就是所有这些其他不如意的事情都被你选择性的忽视掉了。再比如说某天你运气特别不好，就是走在路上被车撞断了腿，那因为对这个手环的力量你是坚信不疑的，所以你就会安慰自己说，因为这个手环的力量才导致你说可以活下来，而不是只是撞断了一条腿而已。但是事实上，如果说这个手环真的有这种神奇的能力的话，它应该就一开始就不让你被车撞才对啊。所以说就有点像我们自己在帮自己找借口说这个物品是很准的。是啊，不然的话就会显得自己交了智商税一样。对，所以说在正例谬误效应的影响下，人就是会不断的去迎合那些符合自己预期的事物或者现象，而忽视了真实的数据和事件发生的几率。看来让你这么说的话，学好统计学很重要。对，这的确很有帮助，这就是大数据的实力啊。所以呢，这个呢，我还是联想到一点，就是因为人就喜欢把自己的预期当做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向，朝着这个方向前进，而对于那些非预期的东西，人们呢就认为是一种错误的方向，这条路上发生的事情都是人们无法预料到的，而人呢往往就很抗拒承认自己的错误，总会回避，总想去坚持自己原来预期的方向，把错的东西强行想扭成正的，就像你刚刚讲的车祸的例子一样，也许在别人看来可能这个护身符就不应该让你受这个车祸，但是你总想把这个变为你的原本的预期，就是这个护身符会救你的命，所以你就会认为说你只断了一条腿是这个护身符的作用。对，没错，这个就是重点。之所以这个效应会这么强，是因为我们的大脑总是会解读一系列的随机事件，而那些就像你刚刚说的不符合我们预期的事情，就会导致有未知的恐惧感，所以人们会本能的去抗拒那些未知的恐惧，并且急需了解事件的真相，即使是错误的真相，就是没有任何证据的。而这也就延伸了另一个话题，那就是阴谋论。等一下，看啥呢？我看一下视频剩余的时间不多了，所以我怀疑你这个是个巨坑。没错，阴谋论之所以这么盛行，那我们就等到下一期的视频再给大家解释好了。